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莲花楼2全员回归，李莲花改名读未解，爱奇艺全集上线。李莲鹏这个名字一出现，老观众差点没拿住手里的电话。把男主角改成菜园子里的称呼，这剧的胆子确实不小。读没解掉，内力也空了，连姓氏都换了。这哪里是给角色找条活路，分明是先把那个众人珍视的角色推进泥潭，再看着他变成另一副带刺的模样。老粉的惊讶不是没道理，一个名字的改动，背后是整个故事方向的扭转。内力全失意味着过去的武功根基作废，姓都换了，等于切断了和之前家族或师门的关联。这种处理手法相当彻底，他几乎抹掉了角色原有的主要标志。带刺的眼帘这个比喻很直接，新长出来的东西可能更有生命力，但肯定不温和。创作团队敢这么干，显然是做好了接受各种反应的准备。他们没选稳妥的延续，而是选了颠覆性的重建。观众的重新认识这个叫李莲鹏的人，他和之前那位白月光除了那点微弱的联系，已经是不同的存在了。3年时间没让李莲花轻松半分，剧方没搞那些假惺惺的复活把戏，反而把他推进更深的困境。必查之毒根本没解，像个随时会炸的东西挂在他身上。师娘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，可不是让他躺着休养的，反倒塞给他一把更不好用的刀。意思很直白，要报仇，先试试在刀锋边上过日子是什么滋味。那个以前总眯着眼，能偷懒就偷懒的江湖郎中，现在连喘气都得掂量着来。他嘴里冒出莲鹏2个字，听着像是跟自己开玩笑，实际上是把真正的自己埋进了菜地土里。一棵葱长在那儿，谁还会费心去拔起来看根？莲花楼2说要开拍的消息，像块大石头砸进安静的水塘，水花溅得老高。那些自称联络人的观众一下子全给炸出来了。最让人心里踏实的是，程毅、曾舜晞、萧舜尧这3个人一个都没走，全回来了。郭虎和任海涛接着当导演，刘芳还是总编剧。第1季故事里那些抓人的东西，都是这帮人在后面撑着。必查之毒还在，李莲花就得一直算着日子过。师娘给他刀，不是礼物，是考题。这把刀钝，砍人费劲，但握久了，手就知道疼在哪。他说自己是莲鹏，你就真信他只是个莲鹏？菜畦里能藏菜，也能藏别的东西。程毅他们几个演员回来，戏的味道就对了一大半。导演和编剧没换人，故事的路子大概也还是原来那条。观众炸出来，是因为心里那点惦记没散。3年等待换来的不是句号，是又一个坑。这个坑，李莲花的自己爬。原班人马全数回归，这件事本身就值得琢磨。2023年第1季拿下28亿播放量，这个数字成了标杆，也让后续动作压力倍增。李莲花还活着，官方说法是他假死3年，化名李莲鹏躲在市井养伤。必查之毒没解，武功也没回来。开机花絮里程毅拄着拐，一个提剑手都抖的人，这次不干老本行，转去破案了。南印皇族的百年旧案把他拉回江湖，东海大战的真相，藏在暗处的势力，这些事他都记着。他现在破局不靠剑，靠嘴和账本。3句话能让证人改口，一张就只能翻出20年前的粮仓亏空。手是软了，脑子没锈。假死3年这个设定，直接绕开了角色复活的老套路。但必查之毒还在，武功尽失，这等于给主角套上双重枷锁。程毅拄拐演戏，这细节把残血状态做实了。从神医变侦探，职业转换背后是能力体系的彻底重建。不能打，
就只能靠别的旧账本比刀剑更有用。这本身就在说，江湖恩怨到头来往往是笔烂账。南印皇族的案子扯了上百年，李莲花一回来就撞上他。那些暗处的势力盘根错节，东海大战的真相恐怕只是冰山一角。他现在查案，查的也是自己的过去。方多病身上起了变化。第一季那个富家少爷，热血一冲就往前跑，全的靠李莲花带着。到了第二季，他的学着把血冷下来，家里盼着他考功名，做大官，江湖上那些麻烦又等着他去管。李莲花还在暗地里给他派活，一句兄弟，借你官袍挡挡血，就把他拉进更深的麻烦里。你的看着这只奶狗长出能咬人的牙，他在朝堂上背大告，转过背右的给死士写名单，连哭都得算准更鼓响的时间，不能让人听见。家里和江湖两头的压力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。李莲花那轻飘飘一句话，分量可不轻。方多病的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规矩里找路走，背大告和写名单这两件事根本是反着来的，一边是明面上的律法，一边是暗地里的勾当。方多病怎么把这两头都顾上？他只能把时间拆开用，把情绪也藏起来。更古典成了他唯一的刻度，连哭这种事都得卡着点，这人还有多少空间留给自己？李莲花点将的时候，想过方多病的把自己劈成几半用吗？观众这次看的就是一个少爷怎么被硬生生磨出另一副样子。长出獠牙不是他自己选的，是两边的事推着他走。冷血压式听着简单，做起来就是把原来的自己一点点丢掉。狄飞升这个人活得简单，别人变强要找秘籍，等机缘，他就靠打。舞痴的底子没丢，导演这次给他换了把真家伙，那把重剑挥起来能扬起地上的土。听说连特效团队都省了不少做光效的功夫。有人觉得他像个工具，他倒挺愿意跟在李莲花旁边。别人算计来算计去，他的事就是把拦路的墙劈开。脸上没什么表情，护着李莲花倒成了他新认准的事。粉丝干脆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护莲使者。这把重剑的分量不轻，劈下去带土，说明导演在道具上没糊弄，要的就是实打实的力道感。特效师省了钱，那心思可能花在别处了，比如怎么让这场打斗看起来更实在。工具人的说法有点看清他了，他自己选了这条路，守在李莲花身边，这比被动听人使唤硬气多了。冷峻是他的壳，壳底下认准了谁，那股劲就只朝一个方向去。粉丝起外号抓得挺准，最强护莲使者这称呼把那股之丁一人的执拗劲全点出来了。他的升级路数没变，还是打，但打的目标变了，以前可能为武学，现在是为一个人。陈都灵这张脸往镜头前一摆，谭木直接喊他白月光反派。他演的是南印遗孤，官方早就说了，这角色不搞恋爱，只搞生死。预告片里他连刀把都没碰，光靠一句皇族血脉不该被忘记，整个江湖的锅就让他给搅翻了。他干的事才叫绝，人站在朝堂最高的地方，嘴里讲的却是江湖那套规矩。正和谐这两个字当场被他撕开揉碎，然后直接甩到李莲花他们几个脸上。乔婉冕这个人物会回来，但回来的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人，他现在成了捏着核心秘密的南印遗孤，整个故事线都得靠他往前推。他和李莲花之间没那些情情爱爱的戏码，一个没动武的角色，单靠一句话就能掀起风浪。这话的分量，你得琢磨他站的位置。朝堂之上谈江湖道义，这本身就把两边默认的规矩给捅穿了。他这么一讲，铁三角原先那套黑白分明的道理，瞬间就显得有点站不住脚。
乔婉冕身份的彻底转变，意味着秘密本身成了驱动故事的关键。他不再是依附于某段感情的符号，而是握着钥匙的人。这把钥匙开哪扇门，直接决定了主线往哪边走。李莲花的行动恐怕也得围着这把钥匙转。全剧一共36集，切成6个案子，一个案子占6集。这种分法明显在学快节奏的英剧，摆明了不想往里掺水。第1季讲的还是江湖上的怪事，到了第2季，镜头直接对准了朝廷里的权力争斗，故事的范围一下子给撑开了。6个案子跑的地方够远的，从江南水乡开始，一路跑到敦煌的沙漠，再到喀纳斯湖边。每个单元自己是个能讲圆的故事，但你仔细看，案子底下藏的线头都隐隐约约连着10年前东海那场大战。这些线头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地方，一个叫南印的隐藏势力。场景换得这么勤，恐怕不只是为了好看。地理跨度拉大，往往意味着阴谋的棋盘也在扩大。南印这个名字在6个独立故事里反复被暗示，它才是串起所有碎片的主轴。单元剧的结构方便讲不同的故事，却也给埋长线增加了难度。编剧的在每个6集里塞进独立的起承转合，同时还得悄悄铺陈指向南印的细节。观众看单个案子觉得解谜了，回头看才发现谜底之外还有更大的谜。朝堂权谋和江湖鬼事原本是2个场子，第2季硬是把他们扯到一块，说明冲突的根源已经超出了江湖规矩。东海大战过去了10年，他的影子却能在今天搅动风雨。南印这股势力藏了10年，现在通过6个案子慢慢浮出水面。他的触角伸得比想象中更长，从江南到西北，每个地方发生的事，好像都成了他庞大计划的一环。郭虎导演把6个案子塞进剧情，每个案子都像拆盲盒，老粉拆一个就被戳一次肺管子。东海旧案、必查来源、皇族遗孤，这些全是第1季没讲完的事。他调了节奏，6集破一个案子，学英剧那套，没留住水的空档，连回忆杀都剪成刀片，闪回就3秒，观众血条直接见底。剧组搞了个文斗武拍的说法，打戏前先甩10句冷台词，观众心窝刚被戳中，中箭下1秒就劈到脸上，连哭都找不着调门。李莲花现在不能打了，破案全靠嘴皮子和脑子，但剧组用拍武打戏的手法拍这些文戏，让智力交锋也有拳拳到肉的冲击力。这做法挺鸡贼，文戏武拍，情绪和动作拧在一起，观众来不及换气。6个案子全是第1季的尾巴，导演挑这些就是盯着老粉的痛点。东海旧案扯出多少恩怨，必查来源藏着什么根子，皇族遗孤背后还有多少线头，一个都没放过。郭虎把节奏压紧，不给注水留缝，连回忆都只闪3秒，这刀片发的又快又准。文斗武拍这概念，说白了就是把文戏当武戏拍。李莲花动不了手，但台词和脑子就是他的兵器。剧组用拍打戏的紧张手法去拍对话和推理，镜头和剪辑都往动作片上靠。观众刚被台词戳心，紧接着就是视觉上的重击，情绪被来回拉扯。这种拍法让文戏有了硬碰硬的力道，但观众也得跟着喘不上气。剧组在技术处理上直接拿数字绘景当宋代武林复原工具用，他们照着《清明上河图》原样复制，酒馆外挂的旗子，码头边系的缆绳，连李莲花那艘破木船上的霉点都没放过。实打实搭出来的景和数字技术混在一起，让人真觉得掉进那个年代了。武打场面接着走写实路子，没堆太多特效，动作干净，打戏拍得更狠。演员吊威亚之前，得让武行师傅先打10套实打实的军体拳，镜头里能听见骨头响。
留给特效师的活就剩下擦掉钢丝痕迹。李莲花靠说话破案，方多并凭一股热乎劲查案。狄飞升直接用拳头开路，3种路数撞在一块，案子查得费脑子也带劲。这种复原功夫下的细，但细到船板每般都复制，是不是有点太较真了？清明上河图成了他们的施工蓝图，每处细节都得对上号。你看那码头缆绳，恐怕连粗细都得按画上来。武行先打针全在拍戏，骨头响声是真的，那疼估计也是真的。这么干，武打场面是实在了，可演员和武行受的罪也实打实增加了。特效师反倒轻松，就剩下擦钢丝这种零碎活。3个人破案手法完全不同，李莲花动嘴，方多并跑腿，狄飞升动手。案子就在这3种力道的拉扯下往前推，观众脑子的跟着转，眼睛也闲不下来。嘴炮、热血、武力这3样东西搅在一起，案子本身反而成了检验这3种路子谁更管用的试炼场。爱奇艺把《莲花楼2》的36集全扔在2026年暑假，这个做法直接砍掉了周更和断更。观众拿到整部剧，自己决定怎么看完。你不需要再跟着平台的更新日历走，熬夜连刷或者每天看1点，节奏握在自己手里。爱奇艺这次搞的是杀青就做后期，卡着暑期档的时间点把货全交了。国产剧市场习惯用更新周期吊着观众，爱奇艺反着来，一次给足。他把选择权从平台手里拿回来，塞给了看剧的人。36集一口气上线是个具体的数字，2026年暑假是个具体的时间，这2件事绑在一起，结果就是追剧的体验彻底变了。平台常用的那种播放策略在这里被放弃了，观众面对的不再是每周固定的2集，他们面对的是整个故事。怎么分配观看时间，成了观众自己的问题。平台不再用更新来制造讨论热度，杀青就配后期，是为了赶暑期档这个窗口。所有集数一起上，意味着后期制作必须在开播前全部完成。制作压力提前了，但换来了播放模式的自由。这种操作在现在的环境里显得很扎眼。别人都在拆散了慢慢给，爱奇艺选择一次性给完。他把追的焦虑转换成了看的自主权。观众能不能接住是另一回事。萧舜尧2026年3月的生日会，曾舜晞突然出现和他一起唱了歌。曾舜晞在台上还提了程毅的名字。粉丝看到这个场面，说都2026年了，这些人还惦记着《莲花楼》那部戏。戏里那些没讲完的事，李莲花到底死没死？南印以前那桩旧案子，还有3个人缠在一起的命运，都说要在今年夏天给个答案。莲花楼这个招牌看来还没倒，观众想从故事里找的那种激动、感动和痛快，戏里确实都摆出来了。可他就是不给你一个整整齐齐的结局，这跟过日子差不多，赌可能解不了，仇也可能报不成，但太阳一出来，该长的东西照样的长。演员在戏外这么一搞，粉丝自然觉得满意。戏播完这么久还能看到这种互动，算是额外附送的了。可你的想想，这种售后能持续多久？热度终究会过去，但作品留下的坑还得靠新内容来填。今年夏天就是填坑的时候，所有悬念都压在这个时间点上。那座会跑的莲花楼，看样子是又要动起来了。